我阿姨最近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闪到腰，从此之后她就没办法坐太久了。后来啊，因为腰会痛，走路就变成一跛一跛的，最后都不想走路，连门都不愿意出。你也知道啊，减少活动的后果就是活动能力会越来越差。直到我妈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推荐的拐杖，我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。那她想买拐杖的原因是怕万一跌倒了会给家人们添麻烦。听到她这样讲，我有点哭笑不得，因为她明明两脚都健全啊，居然已经开始想要拿拐杖了。而且她还补充说，她现在每次站起来都要用手撑大腿或者是椅子上才站得起来，问我是不是退化了。我跟她说啊，这个腰痛的问题，如果你常常去按摩都没有效，那就表示问题非常有可能不在你痛的位置上。那你说腰痛的地方不在表面，那它可能发生在哪里呢？其实啊，是在腰的里面哦，而且是在很深处的里面。那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就带你认识这条被深深埋在腰里面的肌肉——腰大肌。腰大肌在腰的前侧，整个腰都是它的起点，一路往下连接到属膝的内侧。如果把腰看成一个圆柱体，腰大肌就是圆柱中间的支撑杆，算是腰部肌肉的老大，所以才叫做腰大肌。腰大肌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整个腹部核心的稳定还有刚性。知道肌肉的接点之后，要分析它的动作就简单多啦。固定上端，腰大肌做的是大腿的弯曲还有外旋的动作。那固定下端呢，腰大肌可以让腰拱起。你看，坐着的时候大腿是不是一直弯曲呀？所以坐着的时候，腰大肌就一直处在缩短的状态。时间一久，缩短的腰大肌就会将腰椎向前拉，那这个动作就会增加腰的压力，让你出现腰痛。而站起时，腰大肌如果没有办法顺利拉长，髋关节就无法伸直，这就是为什么坐很久时身体会挺不起来的原因啦。而当腰大肌一直卡在缩短的状态，肌肉里面还会出现肌痛点，肌痛点的传导痛还会传到腰，有时还会一路往下到屁股，让你以为是屁股或者是腰的问题，但问题其实出现在腰的前侧。那腰大肌为什么会变紧呢？除了像我阿姨这种闪到腰的意外，大多数的人腰大肌出问题的主因还是久坐。刚刚你已经知道了，腰大肌的主要工作就是腰椎的稳定器。当你久坐不动时，可能觉得自己没在用力，但实际上腰大肌还是有在收缩，才能维持你的姿势。如果你又坐歪歪，腰大肌就会出更多的力来帮你维持姿势，这样长期下来就容易紧绷。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腰大肌有没有紧绷的问题呢？主要有2个方法，第一个呢就是压压看，那第2个呢就是测测看。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压压看，腰大肌在腰的深层，我们很难用手直接摸到它真实的肌肉，但可以按压肚脐周围四指腹的这片位置，来检查看看腰大肌这附近的筋膜有没有健康。而研究显示，按压时这个地方会痛，就代表腰大肌出事哦。拉拉看，找一张结实的床，坐在床缘，双腿自然垂放，侧视角保持不动，双手环抱另一侧的膝盖，身体往后躺，骨盆后倾，保持腰平贴床面，看看大小腿的位置。如果大腿抬离床面，代表属膝的髂腰肌太紧了。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针对腰大肌筋膜的放松，帮你恢复腰椎的排列，在腰椎稳定下训练腰大肌的离心向心动作，帮你的腰大肌恢复原厂设定。腰大肌筋膜放松，一开始仰躺，大腿弯曲30度，手呈现爪字形，放在肚脐外侧四指腹的位置，轻轻的抬脚，你会感觉到肌肉鼓起来，这就是腰大肌上方筋膜的位置。找到感觉酸痛的点，伸压后左右移动舌下，从肚脐往外四指腹到髂前上棘内侧的地方，髂前上棘内侧是比较能碰到腰大肌肌腹的位置哦，可以多按压。腰大肌的肌肉纤维在身体非常深的位置，手指很难直接接触到，但可以通过放松周围的筋膜来尝试放松这条肌肉的张力。如果放松后感觉腰痛有缓解，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经常使用哦。呼吸，当吸气时，横膈膜往下会产生腹部的压力，这就是腹内压。腰大肌太紧时，会让腰椎前拱。这时腹部的压力就会跑到前侧，让后侧的核心比较难启动，腰椎就会不稳定。
解决的方法就是练习吸气的时候，把气吸到后侧的腰部，绑一条弹力带在腰上，平躺，脚弯曲，屁股抬高，脊椎一节一节的放下来。练习将气吸到腰的后侧，将后侧的弹力带撑开，反复10次。你也可以趴着，双手放在额头上。吸气时，把气吸到腰后侧，将后腰撑开，吐气回缩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脊椎矫正训练，大小腿抬起90度，放在椅子上，脚跟压住椅子，边压边将骨盆后倾。吸气到腰椎后侧，吐气将肋骨往下对齐骨盆，反复呼吸10次，一天做3组。熟悉动作之后，加大力道，将双手放在大腿旁，吸气吸到腰后，吐气点头，从颈椎一节一节抬到肩胛骨的下角。你会感觉到腹部酸酸的，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腰大肌紧绷时，常见的体态就是腰椎拱起加上肋骨外翻。这时可以借腿后的力量来带动骨盆后倾，再带动腰椎做出弯曲的动作，减少腰椎的弧度。加入吐气可以启动腹部肌群，让腹部的肌肉帮忙拉动肋骨，避免肋骨外翻，一起矫正腰椎的弧度。腰大肌向心离心训练。平躺，屁股抬高，让腰椎一节一节放下来。吸气吸到腰后侧，吐气肋骨下沉，对齐骨盆。一脚弯曲，一脚伸直，我们要来训练伸直脚的腰大肌。吸气预备，吐气肋骨一边下沉，一边让整只脚抬高。吸气停留。吐气，脚再放下。这动作可以训练腰椎稳定下、腰大肌向心还有离心的收缩能力。只要腰大肌拥有拉长缩短的能力，就不容易因为久坐僵硬而让腰痛咯。腰大肌向心离心训练。平躺，屁股抬高，让腰椎一节一节放下来。双手指向天空，吸气到腰的后侧，吐气颈椎点头，带动胸椎弯曲，一直到腰椎弯曲，直到腰椎弯曲30度。吸气停留，吐气腰椎一节一节的放下，过程中保持胸椎、颈椎一直线，不要过度弯曲颈椎。在做这个动作时，吐气尽量缩紧肚子，让腰椎往后凸，借由腰椎后凸来伸展腰椎后侧的组织。如果你常常拱腰腰酸，做这个动作会很有帮助哦。还记得我那个原本要拿拐杖的阿姨吗？我帮她处理完腰大肌之后，再强迫她做了影片里的这几个运动，现在差不多已经能回到正常的走路状态咯。我真的有一种把她从拐杖上抢救回来的成就感。其实有超过80%的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过腰痛，而在80%的人当中，有1/4会发展成反复发作的慢性腰痛，甚至可能终身与疼痛为伍。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如果你明明没有受伤，却痛到不能走，那我建议你可以先找专业人士帮你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痛的。毕竟疼痛几乎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那我们试着去解决它看看，别急着找拐杖哦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人饱受慢性腰痛的困扰，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他，不要和疼痛妥协，我们一起找回身体的主导权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